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 ATS 团队又再次冲出海外了。每一次冲出海外，就是要带给大家最新、最快、最赶超的第一手消息哦。那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第一手消息呢，没有错，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Toyota Yaris Cross，AKA 马来西亚的一个同款姐妹车型，就是 Perodua 的新款小型 SUV。到底是带给我们马来西亚人惊喜还是惊吓呢？今天这一集影片，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下去，因为我们不仅是会为这辆车做一个 exterior、interior 的 review， 我们还会把这辆车开上路试驾，体验一下这辆车开在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我们不惜成本、不惜代价的飞出海外，为大家带来那么赶超的影片，免费的订阅，大家千万不要吝啬，跟它点下去，小铃铛也要跟它嘟下去。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更新、更赶超的这一类型影片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啦。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进个 intro 吧 ，Let's go。没错，稍微有在研究这一系列Toyota Perodua 系列车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一台 Yaris Cross 呢，其实跟日本版的 Yaris Cross 不一样哦。车头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帅，里面是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然后它的 signal 灯daytime running light 都是 LED 的。在 bumper 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LED 的 fog lamp， 还有一个 front parking sensor。这里是没有开孔的哦，不像 Toyota Vios 这样子有一个开孔去吹轮胎。这个没有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设计哦，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卖着的 Corolla Cross 的 design？ 这个就是一个家族式设计吗？这一台哦，虽然是一个 hybrid 版本，可是呢，它的这个 logo 呢，跟我们马来西亚的Corolla Cross 就不一样了啦。Corolla Cross 它会有一个蓝色的框框这个就没有蓝色的框框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颗镜头，是为了实现它的360全景环绕影像。没有错，这一台跟我们现在卖着的 Vios 一样，是有一个360的功能。既然它是一台 SUV look 的这一种车型嘛，也可以讲它是一个 crossover 啦。所以 bumpe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防刮材质然后在下方这边好像有这种 diffuser但是这台车呢就不太适合拿去越野啦，它只是有一个越野的 look 罢了有主要的2大因素这一台车的 engine 呢，它不会有很大的爆发力，不会有很大的动力，马力、扭力方面也很普通，1500cc NA 自然进气引擎。这一台是一个 hybrid 版本，所以它是 2NRVEX， 是有一个电动马达。普通版本是 2NRVE， 就是 Vios 跟 Myvi 跟 Alza 跟 Veloz 一模一样的一颗引擎。所以这一个引擎动力，身为一个 Toyota 第4代 Vios 车主来讲，你要拿去越野不太可能这一台车是一个2轮驱动版本，是前轮驱动的，拿去越野也不是那么适合。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crossover， 是一个 SUV look 的车型，它的离地间隙会比一般的小轿车来得更加高，所以应付马来西亚的这种烂路偶尔的淹水不要淹太深浅浅的淹水还可以啦。这一台车呢，还是非常适合马来西亚的那一种路况OK，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台跟试驾的是不一样的。这一台是一个 hybrid 版本，我们试驾的是一个 NA 版本，所以 hybrid 版本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HEV 的这一个 logo 在这边，然后 side mirror 非常的大个，你可以看到我的手 OK 很大一粒，然后有 door visor。我们来看一下整台车的这个车身侧面我觉得这个车身侧面的整个 design 还算是不错的。这一台是一个 S 版本，是一个高配版本，所以你可以选配 low tone。马来西亚方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 low tone还有一点，相信马来西亚方面会被 cut 掉。这里的顶配版本是有天窗的而且它的天窗是一个很大面积的天窗。我觉得这一个天窗在马来西亚不是那么多人喜欢，所以 Toyota 马来西亚应该会把这个东西移除掉啦。但是 roof rail 还会保留，我觉得，因为如果这一种 SUV look crossover 车型没有 roof rail 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啦。Sport rim 方面，只要你买的是 S 版本或以上，就会是18寸的 Sport rim。轮胎方面是215/55R18，然后是用 Bridgestone 的轮胎啦。来到马来西亚，我相信应该会是 Toyota 或者 Continental，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啦当然这种防刮材质的东西不能少啦看起来比较越野一点点。这一台车的车尾灯，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里面都是 LED 是一个全 LED 的尾灯。除此之外，这一台车还有电动尾门的功能，只需要点一下它
它的电池阀，这个尾门就会自动升起来。不知道来到Malaysia这一个功能会不会被 cut 掉啦？因为我们Malaysia的 Alza 跟 Veloz 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希望到时候这一台 Yaris Cross 进来可以保留这个电动尾门的功能啦。而且这个电动尾门除了用手动的方式点开它，你也可以用脚扫的方式来让它开启。打开这个尾箱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呢，我个人觉得给我用啊是非常的够用，很大很深，而且还有一个小巧思，就是你如果把这个遮罩板打开，你会发现下面还有另一层遮罩板，你可以放一些可能鞋子啊，还是什么比较少用到的东西，然后上面这里就可以放你的行李箱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如果是讲放 golf bag 的话，我相信一个 golf bag 没有问题，还可以放一个小行李箱。如果它的椅子64倾倒过后，可以放真的很多东西。然后当然 SUV 比较有优势的就是我喜欢它的这个遮罩帘啊 ，MPV 就没有了啦啊，现在的 Veloz、Alza 都没有这个遮罩帘。然后我们打开它的第2层遮罩板下面呢，就可以看到它有 spare tire， 比我的 Vios 来的 good job 啦。这个 spare tire 虽然是一个小尺寸，但至少它有给你，如果你在highway爆胎，还是可以让你顶一阵子啦。通常 hybrid 车或者电动车都不会给你 spare tire 了，这一台车依然保留 spare tire 给你 ，very good job。OK， 来到这一台车的 interior， 我觉得这一辆车啊，真的是 Toyota Vios 来的，它就是把一辆 sedan 版本的 Vios 砍掉那个屁股，然后再加高它的车身。整个 interior 我一坐进来就有那种我自己的 Toyota Vios 的既视感。前面的这个 meter 呢，跟 Toyota Vios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讲，它跟 Activa、它跟 Alza、跟 Veloz 都是用同一套模组的这个 meter， 一模一样，省 cost 就可以把车价压低。当然，在马来西亚这种事情是没有什么发生啊。希望这台车在马来西亚卖的时候价钱可以便宜一点啊。Steering wheel 方面就是 Alza 的 steering wheel 一模一样，按键布局通通都一模一样，然后是有包皮的 steering wheel 啊。有一点我的 Vios 有的，这个没有，就是在这个冷气出风口下方呢是没有自杯架的啦，左右两边都没有，但是有这个软材质的皮革包覆，跟我的 Toyota Vios 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罢了。中间这个荧幕呢，看起来是比我的 Vios 来的更加大尺寸哦。来到马来西亚不知道会是用这一个，还是用马来西亚现在 Toyota Vios 上面的多媒体播放器啊？我相信应该是用现有的啦。冷气操控界面啊、排档杆啊，这些跟马来西亚现有的一些车款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像 Activa、Alza 这些车款都是用一模一样的模具哦。椅子方面啊，这个椅子就好坐很多了啦，比 Activa 的 good job 太多了。整个乘坐体验、包覆性，还有它的整个发泡棉的设定呢，就跟 Toyota Vios 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很急着想要买这台车，可是你又不知道坐起来感觉怎样，你去坐 Vios 就知道了。整个 interior 的布局、用料，还有它的一些共用的零件啊，就是给我感觉它是一台 Vios 啦。然后当然这台车是一个 hybrid 版本嘛，你也可以用纯电模式 ，OK？ 它这里有一个 EV mode， 按下去它就是用纯电动的方式来行走啊，但是它的行走里程当然不会很高啦。当然讲到椅子呢，它比 Vios 来的更超的就是它有电动调节的椅子啦。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椅子调节到我个人的一个舒适坐姿 ，steering wheel 也调整一下，那么可以上下前后调整。那现在我已经调到我的一个舒适坐姿，我感觉到的就是我的左腿会顶到前面的这个 center console 啊，其实跟 Vios 就是一样的感觉，会卡到这样子。其他方面整体就是一个比较高的 Vios 的感觉，很好。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后座，看一下它跟 Vios 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啦。OK， 坐进来这一辆车的后座啊，哇，一看到这个大天窗啊，就感觉 very good job 啊。只可惜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不多人会欣赏天窗，所以相信马来西亚的 Toyota 或者 Perodua 会把这个东西 cut 掉啊，从而把价格压低一点点啦。然后这辆车的后座乘坐体验呢，真的是比 Vios 来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椅子不仅可以做到64分离倾倒，还可以做到这个倾斜角度的调整，它是两段式的。假如我把它放到最斜的话，我坐在上面啊，这个坐姿也太好了吧！头顶空间也比 Vios 好很多，倾斜角度也比 Vios 好很多。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armrest， 当然也少不了后座冷气出风口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刚刚我已经调到我个人的一个舒适坐姿过后，如果我坐在后面啊，腿部空间、膝部空间非常的大，还有很远的距离，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说不定这辆车会是我某一天把 Vios 卖掉过后的下一台车啊，很难讲啊。当然也是希望有那么好的 quality， 不要 cut cost 啊，拜托 Malaysia 不要把这些好东西 cut 掉。打开引擎盖，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车，因为它是一个 hybrid 版本，所以它的引擎代号
跟我们的 Toyota Vios 有一点点不一样啦。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不知道到时候来到马来西亚 CKD 会不会也是跟这个印尼版本一模一样。印尼版本的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防撞梁啊、车身大鼓啊，还有防火墙都是没有上色的嘞，就好像我们的22千的阿西亚那样，只是上了一个底色罢了。这个感觉有一点奇怪嘞，因为这一辆不是便宜车来的吗？你看 Bonnet 这边是银色，然后就渐渐的没有上漆了，就是一个底气的颜色罢了。这一点有奇怪到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这一台车我们详细了讲解它的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 还有用料，我觉得跟马来西亚现有的 Toyota 的车款来讲的话，那个用料方面是差距不会很大啦。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摸得到的地方，感觉差不多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印尼版本的配置应该会比我们马来西亚来的大方，马来西亚的配置都会比较低一点点啦。希望我们马来西亚可以赶快跟上脚步啊 ！Hybrid 版本的车型真的太少了，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类型小型 SUV crossover， 然后又搭配一个 Hybrid， 就 very good job 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试驾这一台车。试驾的内容当然不能草随便做，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他 booking 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试驾。我们现在就要把这台车开出去体验一下，是给我们惊喜还是惊吓？那下一集影片就是这一台 Yaris Cross 的试驾影片了，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当然，相信今天很多眼尖的朋友都有发现，我们在拍摄今天这一部影片的时候呢，有很多内容、很多 B-roll 都是用一台神秘的相机来做拍摄。那一台相机呢，即将在这个月5月22号发布，所以它是一台什么相机呢？继续关注70迈 Malaysia 的官网还有 Facebook page， 这台机器很快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啦。当然也要非常感谢70迈长期以来的赞助，也要非常感谢70迈赞助我们整个团队冲出海外，拍摄更多更好的内容给大家啦。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我们在上传这一台车的试驾影片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啦。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试驾 Yaris Cross 的时候再见啦 ，Goodbye。